快肉餘生部》這本書之所以動人，不只是因為它寫盡了一個孩子從受傷到長大的漫長路程，更因為它像是為每一個掙扎求生的小人物而寫。我們都曾在脆弱時假裝堅強，在迷惘時努力讓自己看起來不像一個迷路的人。男主角大衛曾說：“我總是不斷地看着自己，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，都盡量讓自己表現得像個有目標的人。”而作者狄更斯本人也說過，如同許多溺愛的父母一樣，我也有一個心中最喜愛的孩子，他的名字叫大衛·考柏菲。因為這是最接近於狄更斯自傳的作品，狄更斯把自己生命裡的疼痛、羞辱、盼望與成長，全都掰碎揉入他懷中那個他最愛的孩子。那麼，這個被作者如此偏愛的孩子，究竟走過了怎樣坎坷而漫長的一生呢？接下來，就讓我們一起走進《快肉餘生錄》的故事吧。《快肉餘生部》是狄更斯最具自傳色彩的長篇之一。小說由成年的大衛·考柏菲以第一人稱回望自己從孤苦童年到成熟作家的漫長人生。大衛·考柏菲是一父子，父親早逝，年幼时由溫柔卻軟弱的母親克拉拉與忠心的女僕裴果提照顧，度過了一段短暫卻溫暖的童年。裴果提曾帶他去亞茅斯郡探親，在那裡，他見到了裴果提先生、哈姆和小艾米麗。那個由舊船改成的家，那片海邊世界，成了大衛一生中最早也最珍貴的家的記憶。然而，這份溫暖很快就被打碎。母親改嫁愛德華·摩德斯通後，摩德斯通子弟2人都住進考柏菲家，以紀律之名行壓迫之實。他們不止折磨大衛，也一步步壓垮了克拉拉。大衛在一次挨打時咬傷了肌膚，愛德華以此為由，將大衛送进嚴酷的薩倫學堂。學校裡，校長克里克爾同樣粗暴冷酷，而大衛也在那裡認識了2個影響他一生的人，一個是光彩奪目、令人崇拜的斯蒂夫，另一個是忠厚踏實、後來最值得信賴的特拉德斯。沒過多久，命運的打擊接踵而至，大衛的母親克拉拉與他的弟弟相繼去世。大衛失去了最後的依靠，摩德斯通沒有讓他繼續受教育，而是把他送到倫敦酒商公司做童工，讓他在酒瓶、木箱與標籤之間提前嘗到被世界遺棄的滋味。就在那段最孤單的日子裡，大衛租住在米考伯家。米考伯先生言行誇張、健談，總相信明天會更好，卻也總被債務追着跑，甚至進了負債人監獄。但對大衛而言，這個混亂又可笑的家庭，反而還保留着一點人情的溫度。終於，大衛做出人生第一個真正主動的決定，逃離倫敦，徒步去找貝西·特洛烏德姨婆。這場狼狽的出走，是他第一次替自己爭取命運。外表古怪強硬的姨婆，其實比誰都更有正義感，而天真古怪的迪克先生，慫恿貝西姨婆接納大衛，從此改變了大衛的命運。自此，大衛終於重新獲得受教育的機會，並在讀書期間寄住在威克菲爾家的。在威克菲爾家，大衛遇見了阿格尼斯，她安靜、溫柔、堅定，為大衛黑暗的人生點亮一盞燈。也是在這裡，小說中最令人鄙夷的人物烏利亞·希普出場。這個人總說我很卑微，實則陰險狡詐，利用威克菲爾先生的酒癮與脆弱，一步步侵吞他的事業，並企圖掌控阿格尼斯，以奪取威克菲爾家的產業。成年後的大衛進入法律界，並愛上了朵拉·斯彭羅。朵拉美麗、可愛、天真的像一場夢。大衛真心愛她，也如願與她結婚。可是婚後他才明白，愛情與婚姻是兩回事。朵拉像個永遠長不大的孩子，而大衛自己也尚未真正成熟。這段婚姻有甜蜜，也有無奈。後來朵拉流產，身體再也沒有恢復，最終早逝。她的離世把大衛從青春的幻夢中喚醒。另一邊，亞茅斯的悲劇也悄悄逼近。原本即將與哈姆成婚的小艾米麗，屈服在斯蒂夫的魅力與誘惑之下，
他拋下善良正直的哈姆，隨着斯蒂夫私奔到外地。艾米麗以為奔向的是自己心心念念的浮華生活，結果卻只是被帶離原本的世界，再被無情拋棄。但艾米麗的舅舅裴果提先生並沒有責怪她，反而四處尋找，只想把她帶回來。然而當他找到艾米麗的時候，一切為時已晚，社會已容不下她，最後只能跟着舅舅遠赴澳洲，離開那個不肯原諒他的舊世界。而斯蒂夫這個負心漢的結局，竟然搭上了哈姆的一條命。某日，一場暴風雨襲來，亞毛斯外海發生船難。哈姆在岸上發現仍有人受困，奮不顧身游向失事船只，最終與那名遇難者一同葬身風浪中。而當屍體被衝上岸時，人們才發現那名受困船上的人竟然正是斯蒂夫，不禁讓人唏噓。最後，烏利亞·希普的罪行也終於被揭穿，關鍵時刻站出來的人，正是曾經窮困潦倒、總讓人哭笑不得的米考伯先生，還有始終勤奮工作、不嘩眾取寵的特拉德斯。他們與大衛及阿格尼斯等人聯手，揭發希普的偽善與操控，以替威克菲爾一家奪回公道。之後，尼考伯一家與裴果提先生、小艾米麗等人一同移民澳洲，展開新生活。經歷了童年的創傷、友情的幻滅、愛情的失落與人性的考驗後，大衛終於明白，能夠陪伴自己走過漫長人生的人，一直是阿格尼斯。最後，他與阿格尼斯結婚，建立家庭，並成為作家。一個曾經飽受傷害的孩子，終於能釋然地回望自己那段曲折而漫長的成長歲月。這個看似俗套的結局，卻是我們每一個普通人努力一生所期待的平凡的幸福。